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路，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给大家透露盾格拉斯他们的，但是还是放了他们一马。实际上，上文不仅仅可以用噬魂盾一直吸，直到吸死格拉斯，但是上文却没有这样做，反倒一直劝说他，让他自己停手，不要攻击自己。上文是他们的敌人，又不是自己家亲戚，如此做法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关心他们了？另外，再加上利西亚抛过来的可可洛克石桶，上文选择了打爆他们，而不是继续释放自己的血之献祭技能。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足以证明上文是关心着他们呢？从我的角度来看，格拉斯的大招应该是一个强化版的无视上文防御力的技能，但是对上文来讲，到底能造成多大的伤害也不知道。对于上文来说，他现在最大的大招就是血之献祭技能，而这个技能对于格拉斯来讲能造成多大的伤害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我个人还是很期待着两个大招碰撞到一起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在上文放走格拉斯他们的同时，我的期望也被终结了。盾之勇者成名录的第一季可能会有没看过的朋友，现在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的第一季的具体内容。主人公的名字叫岩谷尚文，原本是生活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的御宅大学生啊。对了，我忘记说了，前面我做了3个关于第一季的视频，虽说是第一次做，还是拿手机做的，但是大家去凑合看一看吧，比起在这里听我说细节大大减少的要强很多。有一天，我们的主人公岩谷尚文突然心血来潮的跑去图书馆借书，其中就发现了一本非常老旧的书，名字叫《四声武器传说》。他读着这本书，在不经意间就被当作盾之勇者传送到了书中的世界。书中的大致内容就是世界正面临着名为大浪潮的灾难而走向毁灭，所以他们召唤了4位来自异世界的勇者帮忙守卫这个世界。4位勇者的武器分别是枪、剑、弓以及盾。虽说盾不算是武器，但是我们的主人公岩谷尚文却被当作盾之勇者而传送到了这个世界。这就是主人公岩谷尚文被传送到了这个世界的前因后果。虽说这个世界是异世界，但是这个世界里面存在着等级与经验值，可以通过打怪升级而提高自己的能力。还有就是这个世界有被称为魔法状态的东西，只要集中意识就能让自己的能力值以数字的形式显示在自己的面前。这个世界就是只要自己努力升级就能得到相应回报的世界。我们的主人公岩谷尚文一上场便被以为是同伴的家伙陷害，身染无名，四面楚歌，身无分文的被赶出来。主人公拼命的打怪升级赚钱，用他攒下的仅仅的一点钱买下了第一个奴隶，名叫拉夫塔利亚。拉夫塔利亚外表18岁，但是实际年龄却很幼小。他在这个世界里面被称为亚人，种族的名称是浣熊。他除了长着狸猫一样的耳朵和尾巴，其他的与人类的女孩别无一致。端正的容貌，蓬松的茶红色长发，白而细腻的皮肤，10个人里面9个人会觉得她很漂亮吧。亚人的小孩随着等级的急速攀升，肉体也会急速的成长，所以拉夫塔利亚的外貌才与实际年龄不符。在尚文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已经发生过一次浪潮了。拉夫塔利亚在那次浪潮中失去了他的双亲以及村子，又因为奴隶狩猎者而沦为奴隶，有着非常凄惨的遭遇。几经转手之后被尚文买下，直至今日。因为尚文被陷害过，所以尚文不再相信任何人，能相信的只是绝对不会背叛自己的奴隶。由于某个不讲理的理由，拉夫塔利亚曾经一度获得自由之身，但是拉夫塔利亚为了得到尚文的信任，选择了再次成为他的奴隶。拉夫塔利亚是尚文现在最信任的同伴，他的性格用认真这个词来形容最适合不过了。浪潮夺走了拉夫塔利亚的家人与故乡，所以拉夫塔利亚在对抗浪潮方面有着很高的觉悟。除此之外，拉夫塔利亚还期望这个世界上不再出现与自己有相同经历的人。菲洛是继拉夫塔利亚之后的第2位伙伴，一个魔物的小女孩。她原本是尚文用击退第2次浪潮后得到的奖金购买的一个魔物蛋孵化出来的小魔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变身为一个像天使一样的长着翅膀的小女孩。人性化的时候是金发碧事情，尚文好的坏的经历了一大堆，最后作者把第1季画上了一个句号。现在就让我开始给大家讲讲第2季可能会有的剧情，我只是透露剧情，很有可能与实际剧情不太一样，还请大家酌情观看。最先开始的问题就是浪潮大战之后和3个无敌大菜鸟开的勇者会议。实际上3个无敌大菜鸟都是来自于不同次元的日本，除了尚文以外，他们都玩过类似于这个世界的游戏。元康也就是枪之勇者，他玩的是 MMO 翡翠 Online。 树也就是弓之勇者，他玩的是家用电玩次元浪潮，名字倒是和这里的浪潮一样。炼也就是剑之勇者，他玩的是 VR MMO 英雄巨星 Online。
也是最接近于这个世界的游戏，就算是说一模一样也不为过。不同次元的日本里面都有人全部因为麻痹而趴在地上了，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喊地上凉。虽然上文拉夫塔利亚菲洛对战于另一个世界的勇者拉库尔和他的同伴提利斯，一度将拉库尔他们逼入绝境，但是拉库尔手上也有着针对于上文的王牌攻防比例攻击，也就是说防御力越高受到的伤害越大，这完完全全是针对于上文的技能。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上文选择使用了低防御力的盾牌，那么他就无法确定能不能保护住自己的同伴，这对于上文来讲真是麻烦到不能再麻烦的事了。再加上后期格拉斯的加入，格拉斯有着针对上文的无视防御力攻击，现在变成3打3，实在是非常让人困扰。所以在这次的大战中，上文放走了格拉斯，我个人认为是错误的选择。如果下一次再遇到格拉斯一行人并且进行战斗，我相信上文一行人一定会输。现在让我们回到会议的现场，聚在一起开会的3大菜鸟依然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自己菜还不愿意承认。就在这次勇者会议之前也开过一次勇者会议，3大菜鸟都有着强化自己的方法，只不过非常的不统一，互相指责，一直强调自己的方法是最正确的。实际上3大菜鸟所说的强化自己的方法全部都没有任何问题，上文已经尝试过了，只要相信自己的圣武器就会实现这个强化的方法，但是不信或者是抱有疑问，圣武器就不会做出任何的反应。上文给女王使了个眼色，女王点了点头，并且说道：勇者大人们，你们现在应该再一次交换自己所知道的情报了。听到这话的3个无敌大菜鸟依然表现出来很不耐烦的样子，并且说道：除了上文以外，所有的情报都已经交换得很充分了吧。3大菜鸟站在同一，你们的强化方法都是正确的，我就是因为使用了上去抽3个大菜鸟的大嘴巴子。面对3大菜鸟对上文的2个攻击技能铁处女与血之献祭所抱有的质疑，上文恨不得让3大菜鸟亲身。生气的上文喊道：如果你们中间有一个能像我这样能打，那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你们到底明不明白，在这次的大战中，你们只是看起来像有点本事的冒险者，根本就不是勇者，所以他们才盯着我一个人打。如果他们要知道你们也是勇者的话，你们保证全都挂了，然后他们就会开开心心的回去开庆功宴。还有最后我与格拉斯对峙的时候，如果不是女王让莉西亚把可可露果实桶抛过来，让我成功的耍了他们一把，最后到底什么样的结局还不一定呢。所以莉西亚也是这次的功臣。另外我确实有2个强有力的帮手，但是你们是勇者，还不如他们俩，你们到底有没有点自尊？说我作弊，那你们倒是去投诉啊，去找 game 呀，去找运营商啊，醒醒吧，这里是异世界，不是游戏。这时随着女王的介入，上文与3大菜鸟都冷静下来。随后树问到上文：你好像和拉库尔他们很熟。上文说道：还不是你们抢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来自异世界武器。但是女王却说出了让4勇者吃惊的：格拉斯的扇子并不是这个世界的武器。